注意啊，我又要嘲笑日本了。这个视频巧克力含量比较高，请某些观众啊酌情服用。那就在早苗啊带着一裤兜子的矿泉水访问印度，避免被印度的一裤兜子放倒之际啊，解放军7艘军舰横穿了日本4大要道。我西宁舰、贵阳舰、安阳舰、苏州舰、盐城舰、西安舰、东莞舰10天之内集中通过对马海峡、大隅海峡、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4条重要的海上通道，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，就像庖丁解牛的这个刀刃啊，比量着从哪儿下手宰鸡能更丝滑一点啊。日本现在还想继续推动美印日澳4方联盟呢啊，说白了就是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驱使印度当马前卒啊。日本的这个通稿里浓墨重彩的强调印太战略，结果呢到了印度官方这边只剩下轻飘飘的一句啊，地区和平稳定。套话，老仙那是能白嫖欧美7、8年的选手啊！印度沙洲盘里留下的猪肉不计其数，还能让早苗这一手毫无情感的仙人跳给算进去吗？再说了，就算老仙不忌讳早苗啊上一位兄长安倍桑心胸开阔的结局，印度他也忌惮我们现在杀鸡用的牛刀啊！现在的日本呢，咱说不上是债多了不愁，还是病急乱投医。日印合作，从修了10年的高铁修成了日本财政的无底洞，到日本全程监理的啊喜马拉雅水电项目一泄洪就塌了啊，他俩呢动辄就好几十亿美元的项目，最经常的结果就是一地鸡毛，那俩人一点也不合财哈。日本呢走的是可丁可卯、严丝合缝的路线，就是人嘎在马路上了，救人都得等红绿灯那种，刻板还教条。那印度呢是能瞎蒙就瞎蒙啊，生活尽量放轻松。百事印度裔前董事长兼 CEO 啊卢英德的话说，印度的魅力在于混乱。哎，就这么一对卧龙凤雏一起搞基建，哎呀，那简直是日本擅长精密啊，印度擅长精分；日本擅长规划，印度擅长比划；日本制造基础框架，印度制造垮塌的契机。那一说乐子，那都是好几十年起步的程度。2015年还是安倍桑健在的时候啊，日本为了抢一个南亚样板工程啊，开出了近乎慈善的贷款条件，基本上属于是要为印度免费打造第一条高铁，就是孟买到艾哈迈德巴德的这段高铁哈，全程508公里啊，贷款年利率0.1%，还款50年，前15年只还利息，不用还本金，日方承担项目81%的资金，原总预算啊是1.08万亿卢比啊，专门输出日本新干线全套技术，列车啊、信号系统啊这些。2017年莫迪安倍亲自奠基动工，结果啊刚开工就踩了最大的坑，印度土地全都是私有的。全县要征1400公顷的土地呀，安倍桑其实命也是挺硬的啊，就这些地那听这个数量都是两眼一黑的程度。孟买所在的啊马哈拉施特拉邦地主那是漫天的要价啊，要补偿，导致啊成本暴涨。地方反对党呢拿着征地啊闹事拉选票，然后动辄呢就是几万名村民啊上街阻拦施工。那因为日本贷款它只覆盖设备技术啊，那征地多出来的这些钱全要印度自己掏。那为了少掏点补偿，哎，印度临时就要改设计，90%的路线呢改成高架桥，哎，这不就不占农地了吗？那额外呢还增加了20多公里的地下隧道，这个工程量啊直接就翻倍了。这高铁工程在开工它就值个卡壳了啊！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，印度本土呢又闹舆论啊，说呀不想全程用日本的列车，想换法国车啊和自产的列车，只让日本铺路。那日方呢强硬要求必须采购新干线列车啊，不然贷款条件受限，僵持了2年才妥协。那最后呢是临时用印度国产车厢来过渡，终于把用什么车厢掰扯明白了。又赶上疫情了，又停工2年啊，工程从定下来到了5年，只完成了不到30%。2020年官方宣布通车时间从原定的2023年延迟到2028年，一竿子支出去5年的工程啊，那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。但是对于印度这很合理，因为呢一条路要经过37个部门，160多项审批，中央和各邦政府还要互相甩锅扯皮，施工管理混乱啊，供应链跟不上，经常停工等材料。
这等5年都算快的了啊！那就在这样的延期和扯皮中，日本要给的贷款越来越多，原定是1.08万亿卢比啊，这个总预算现在涨到了1.98万亿，几乎翻了1倍啊，而且还在涨。最欢乐的是，日本和印度现在都很缺钱，日本自家居民的物价都上涨了3成了啊，印度那更是外资都逃的只剩零头了，双方互为彼此最大的冤种啊！就这样呢，双方还官宣要规划共建1000座牛粪燃料沼气系列新能源项目。哎呀，那高铁修不明白，也就是508公里，计划到2027年先开通个50公里，尝个鲜儿。可是这牛粪沼气新能源要是没弄明白，那不一定有多少热闹多大的味儿呢啊！印度它跟排泄物的这个不解之缘那是相当深厚。2016年6月，对吧？维克拉玛蒂亚号啊航母发生管道爆炸事故，后经查明，这是一根连接厕所系统的管道，里面塞满了经过发酵的排泄物和有毒的硫化性气体，不仅爆炸了啊，还熏死了人。结果呢，到了2018年啊，维克兰特号航母又被炸了，还是因为排泄物清理不及时。